季后赛开始之前，谁能想到第一个被淘汰的流量大队就是洛杉矶湖人队，而且是被森林狼一下克上。湖人在这轮系列赛里只赢了1场球。说老实话，今天森林狼是赏饭吃，爱德华兹没有了上一场那个状态，而且三分球11投0中，越不准越爱投，全队的整体三分命中率只有10%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湖人还是坐拥主场背水一战，还拿不下。那你只能说是实力的问题，阵容的缺陷，教练的青涩，以及主将的疲惫，角色球员的不合适。要挑湖人的毛病，不是一点的毛病，各个点上都有毛病。这轮系列赛被大家津津乐道的点名戈贝尔，戈贝尔这个瞄准镜，这个小玩物，今天居然成了戈尼尔，你点也点不到了，反倒在进攻端，在防守端，我戈贝尔一个人爆你们湖人全队。老子也好歹是5000万年薪级别的中锋，老子好歹也是几届 DPOY 啊！那你再加上这一轮系列赛，整体来说，森林狼发挥最稳定的球员兰德尔，一次一次的杀伤湖人的内线。湖人这边，范德比尔特能防不能攻，拉不开空间。芬尼史密斯有点矮，而且本场受犯规麻烦。海斯呢舍不得用，你总不能让快41岁的詹姆斯再去打中锋去吧？他也打不了了。其实从上一场雷迪克下半场不换人到本场，你就能看出来，不但是菜，而且还固执啊！所以在常规赛的时候，好多人在那吹雷迪克，我发过好几次的视频，包括直播的时候，我说雷迪克呢，只能说有某些方面比哈姆强，有点东西，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成熟的教练。有的人为雷迪克说话了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，你没有中锋啊，这个事情你不可能既要又要，你既获得了东契奇，还能保留浓眉或者说克里斯蒂。你既要了未来几年的门面，要了进攻端，要了组织端的大核，你还说防守端不会有漏洞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？所以湖人球迷们心静一下，反过来想，如果没有做这个交易，大年初5东契奇没有交易到洛杉矶的话，可能湖人附加赛早就出局了。通过这轮系列赛，我们真的得认清一个事实了，詹姆斯真的不是在一轮系列赛里能够左右比赛的人了，他这个岁数到这儿了。那么同样呢，再提醒大家找找回忆，当初森林狼和尼克斯做交易，我发的视频还在，我说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。当时好多人就在骂森林狼啊，说森林狼把这么好的班底拆开了。兰德尔没有那么差的，尤其打湖人。